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們先歡迎來賓錢立偉、孫大千委員。大家好。台大哲學系教授苑舉正老師。思敏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資深媒體人彭華幹哥。思敏好，大家晚安。好，觀眾朋友，趕快來關心，今天要特別關心的是伊朗最新的攻勢連環重擊，並且直指的就是在中東的美軍的指揮中心了。根據伊朗的說法，200位美軍全滅嗎？今天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另外，現在伊朗也直接點名了18家美國的重要企業成為他的獵殺名單。川普急着，這個時候他喊了，他要停戰。今天3個火線話題，今天我們會請來賓來特別幫我們做解答。首先，今天會關心美國經濟到底會不會崩盤？因為剛剛特別提到的，伊朗點名了18家美國的巨擘要做攻擊，這巨擘當中包含了從科技、金融到軍工巨擘都在當中。川普能守住美國最重要的經濟國力核心嗎？第二件事情，今天會來關心的是阿聯酋的秘密指揮中心被伊朗給炸了。現在不了解的是說，200名的美軍現在看起來生死未卜哦。那麼來自於伊朗的說法是全部滅了嗎？美軍真的可以無敵嗎？川普這一次還能夠硬是撐幾天呢？最後今天也會來關心美國想要閃人了，那以色列怎麼辦呢？難道以色列自己會留下來單獨打嗎？尤其現在以色列的傷亡人數不斷的攀升，納坦雅胡還能夠撐多久？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請來賓一次做詳盡的解答。我們首先關心到是這一次伊朗對美國正式開啟的一場系統性的報復，尤其今天4月的第一天，4月1號，伊斯蘭革命衛隊直接點名了，一共要瞄準的就是18家的美國企業都在他的攻擊名單當中都是大家所熟知的重要的企業，科技巨擘輝達、蘋果、Google、微軟、英特爾，金融的核心公司摩根大通，還有軍工製造大廠，包括波音、奇異、特斯拉，甚至是資訊跟雲端的巨頭思科、甲骨文、Meta， 都在伊朗說他要攻擊的名單當中。這一波攻擊還沒有實施，但是對於美國跟對於以色列相關的重要的軍事設施跟軍事基地的攻擊已經展開了。趕快立刻來看到他們目前伊朗的報復的重拳已經造成了哪一些打擊？首先斬首級的一個打擊是打的美軍位在阿聯酋的這個指揮中心，200名美軍生死未卜。再來真實承諾，這一場是第4次第88輪的全面打擊了，彈道飛彈直接是命中以色列的貨輪，無人機也被精準的摧毀。第3個來看到是對於以色列加大它的本土攻擊的力道，發射彈道飛彈攻擊以色列中部地區，集束彈的頭大的範圍多點爆炸，造成了至少6個人受傷。以色列科技公司也哀轟。最後是美國的死神無人機了，根據了解，有146架被敵方給擊落了，這是我們收到的最新消息。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委員來看到伊朗這一次的攻擊，可以說是非常的精準的，而且是密集的，連阿聯酋在這邊的指揮中心都命中，200名的美軍生死未卜。川普在這樣的狀況之下還能撐下去嗎？委員怎麼看？對，看到這場戰爭打到了現在哦，那麼原本外界預測說伊朗一定會彈盡糧絕，然後呢，伊朗在美國跟以色列的轟炸之下，所有的相關的軍事裝備大概都會被這個摧毀殆盡。可是我想打到今天，我們現在剛才看到思敏告訴大家的這些相關訊息，其實可以看得出來，伊朗現在恐怕好戲才正上場哦。這就回到了我們原先的預測嘛，原先其實就已經有人預測跟示警，說伊朗在這場戰爭當中，他們先端上台面的是相對比較低階跟廉價的無人機和飛彈的。這些無人機跟飛彈的目的是什麼呢？為了要耗盡美國跟以色列在中東地區所有的這個防空系統的飛彈啊。當你耗盡到這些東西了之後哦，再摧毀掉這些雷達，美國跟以色列在整個中東地區哦，他們的預警時間會相對縮短，攔截的能力也會大幅的降低。在這個時刻，伊朗才會端出它真正的法寶來啊。
現在看起來這個法寶就要上場了，所以對伊朗來說，這場戰爭再繼續打下去，我們恐怕就可以看到更多伊朗高端先進的武器如入無人之境的去打擊以色列或者是美國其他的軍事基地了。因為美國在中東地區的這個雷達系統已經被摧毀的差不多了，所以現在以色列真正要反應伊朗的飛彈來襲的時間已經大幅縮短了，絕對不像以前這樣游刃有餘。那麼，回過頭來看這個川普其實如果大家注意到川普最近的一次談話川普的確是一個非常非常妙的人。我認為川普最近一次決定要抽手如果大家看到他大概今天的談話吧，他說他決定要抽手了然後呢，把這個荷姆茲海峽留給其他的國家自己想辦法去打通了他已經打贏了，他就要走了。大家就好奇說他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一個動作呢？那麼急急忙忙的要離開戰場。我覺得當然最主要的一個原因是因為美軍的傷亡在擴大當中那麼目前為止還在蓋牌，可是這牌蓋不了多久的這一掀牌的時候，美國現在國內反戰聲浪已經很高了。所以對川普造成的第一個壓力應該是福斯電視台的一份民調就福斯電視台在這場戰爭的前幾周，他的民調都跟其他的這個媒體不一樣他所呈現的民調都是在5-5波之間。可是其他的這個媒體所做出來的民調，其實反戰聲浪已經很高了，都超過50%了。那但是現在連福斯自己都頂不住了。福斯最近公布的一波民調，這個反戰的聲浪已經超過60%了。就連福斯都頂不住的時候，川普怎麼頂得住呢？川普背後最支持他的媒體就是福斯了那更不要講到股市了。股市前一段時間跌得亂七八糟，你看到今天川普出來講話的時候多驕傲，他說我講完之後股市就漲了，漲到這個有史以來道瓊漲最高的一次。廢話，你講的是你要落跑，你要離開了這場戰爭不打了，那大家當然就股市就漲了。所以我一直在強調說，川普的講話川普的策略永遠都跟股市指數的起伏是綁在一起的。他想放空他就放狠話，他想做多，這個股市就會上來那但是問題很妙就是他今天的談話的時候，你就注意，他說我們已經打贏了。為什麼打贏了？他說因為政權已經輪替了。他說第一代的政權呢是非常不能夠接受的，很有敵意。第二代的政權就溫和友善多了。我聽到這句話，我差點笑從椅子上掉下來。第一代是哈米尼，第二代是他兒子。對，他兒子、他爸爸、他的妻子、他的小孩、他家的親人都被你殺了。然後你覺得第二代會比較友善嗎？到底第二代哪裡比較友善？我們剛才看到所有的數據，伊朗現在在瘋狂的報復跟攻擊。哈米尼在沒有被斬首之前，他攻擊了誰嗎？他誰都沒攻擊。所以我不理解，川普為了要盡快的脫離戰場，他到底是活在一個什麼樣的這個宇宙裡頭他自己似乎描繪出他自己那種烏托邦美好世界。那更妙的是說，各位如果看到這場戰爭，原先講說要 regime change， 要改變政權，後來發現 regime change 不了，他就說我們要打通荷姆茲海峽。好了，你現在2棲部隊都調來了，準備要打通荷姆茲海峽了。忽然之間，他就又告訴你荷姆茲海峽我們不打通了，以後就交給這個歐洲你們這些國家自己想辦法去解決。最妙的是什麼？各位想想看，最妙的是在這場戰爭沒有發生之前，荷姆茲海峽根本沒有封鎖的問題因為你打了這場戰爭，荷姆茲海峽被封鎖了，然後你現在告訴大家說我已經完成了戰爭的目的，我已經勝利了，然後我要走了。所以你這場戰爭的目的只有2個，第一個把伊朗換上一個更強硬的政權，第二個就是把荷姆茲海峽給關了。好，這個荷姆茲海峽又是同時攸關在經濟面，那另外一方面剛好伊朗他也提出來要攻擊美國的18家企業。攸關的又是美國的經濟面，因為這18家企業剛剛特別講到了嘛，裡面是很重要的科技巨擘，還有金融巨擘等等，會不會成為川普在經濟上面另外一個重要的壓力？苑老師又怎麼看？我今天看到這個消息的時候，馬上想到今天是4月1號愚人節，我想說是不是假的？你知道，因為我們一直長期的認為美國加以色列是所向無敵的，結果今天消息突然這個1個月來，我們一直在做評論的時候，都替伊朗捏把冷汗。一開始我還講說伊朗要加油這講的自己都很激動，對不對？那現在突然發覺，伊朗現在完全要攻擊就攻擊我現在看到這個消息，我遇到的所有的人都會認為說，剛剛我們委員一講的話呢，就會發覺說，伊朗現在的話呢，好戲正準備上場，看樣子不是愚人節，但是其實講起來也非常具有戲劇化。它最主要，首先第一點，我讓大家先了解，那個中東什麼都沒有，就是油多錢多，所以說所有的美國重要的產業，像什麼 Apple 啦、英特爾啦、Google 啦，還有什麼 Nvidia、Microsoft， 還有 Morgan Stanley， 他們在那邊都有轉錢的地方。然後發展科技的地方，甚至包含這個 AI 的這個中心都拿錢出來，就在這邊的話呢，所以伊朗現在要針對於18家
的這個美國重要的企業，裡面包含了軍工啊、科技啊，甚至包含了金融，通通要打擊的話，表示說他把這話先放出來。伊朗是說到做到的，然後这美國現在只會亂吹牛，這是第一件事情。然後第二件事情的話呢，我覺得大家不曉得還記不記得，就是在昨天的時候我們還在討論美國會不會登陸哈爾克島啊，還講到說美國什麼82個空降師啊會不會什麼的，就講了一大堆啊。這現在搞了個半天的話，突然拍拍手想走，你知道嗎？川普走得成嗎？對不對？2000多條人命啊，170幾個小女孩的命啊，對不對？這個仇恨結深了。人家伊朗本身來講的話呢，都目前為止啊，你先把溫和派幹掉以後，現在換了個激進派啊，激進派這個穆加塔拉的話呢，它本身就不做事，就是我們要幹到底，就是真實承諾第86開始、87開始、88開始，大家仔細看裡面內容的話呢，說的87的時候呢，空中預警機打得之準。從雷達缸正中間切下去，旁邊 BBC 講還有2架飛機受到了這個影響，對不對？也都受傷害了。然後現在的話，第3個部分的話呢，就是說整個伊朗現在的話呢，整個所有做的事情所着眼的重點是直接對以色列的本土的攻擊。那這個加重的壓力非常大，其中最重要消息，我覺得美國的指揮中心的話，那200人的話呢，生死未卜。讓我們講好了，這死亡的人數只有20%的話，那也有40人都死亡了。到目前為止，美國都不敢承認到底有多少死人啊，對不對？你這個影響的話呢，對川普現在剛剛經過 No Kings， 美國有將近1000萬的人走上街頭啊，美國人對政治都是很冷感的。1000萬人走上街頭，真的是美國問題嚴重了。現在的話呢，接下來我們真的是有好戲看的。好，所以美國這一次攻打了伊朗哦，那搞得這樣子一團亂。那現在美國就突然間說他要走人了，那以色列怎麼辦呢？而且正直的就是伊朗現在都是直接攻擊以色列的本土的，接下來納坦雅胡還能撐多久？那干哥又怎麼看？我覺得這個新聞，我們特別要關注，就美軍的指揮中心在阿聯酋，也就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曼哈德基地外面的秘密指揮中心竟然可以被伊朗的特工給發現，這個是一個秘密基地哎，而且裡面一看，哇，進去200人了，那麼多，所以大家就曉得說，哎，你有情報，你有摩薩德啊，你有中情局啊，我們也有啊，我們也可以找得到你們讓人家以為你們不知道的地方，所以這個地方竟然被空襲了。我相信還是用見證者系列的無人機去攻擊的，因為那個最有效。為什麼？因為他們可以飛得久，又可以飛得低，然後打下來的時候，它的殺傷力是夠的。那好了，那現在到底損失了多少人？不知道，對，不講，為什麼不敢講？講出來很丟臉，這就是最大的問題。好，你看到這個事情之後，你就要想想看，我們現在先匯集一下以色列最近受到什麼樣的攻擊？以色列竟然中部一個城市，它竟然被這個彈道飛彈丟下來以後，它丟下來，你知道彈道飛彈只有個彈頭嘛？你不裝核子彈頭的話是沒有用的。於是他裝什麼？他裝極速炸彈在裡面，丟下來的時候，竟然造成了大概方圓差不多1.5平方公里被摧毀。但是因為那不是住宅區，所以只有6個人受傷。那下次要打在海法的話怎麼辦？或是打在特拉維夫？或是打在本古里揚機場怎麼辦？所以我現在就在想說，你不是說你的那個海軍跟那個空軍都已經被美國摧毀了嗎？怎麼伊朗還有這麼多飛彈可以打？所以你就會覺得，而且現在他打的是伊朗，現在打的是以色列的本土。對於以色列的很多地方，他們其實老實講一句，他們連在海上的集裝箱貨輪，他們都認得這是以色列的，這個就厲害，這個就我覺得非常厲害。所以我覺得現在美國在面對這場戰爭的時候，他會有一點覺得他有一點卻步了，就是認為說，好像以色列的那個情報機構沒有辦法及時反應，說原來伊朗知道了，伊朗知道很多事情，當然他沒有講出來。伊朗也許他沒有像美國這麼好的這麼精密的衛星啊裝置，但是伊朗的這個情報人員一定也有足夠的滲透能力。他才能夠得到這麼多的訊息，然後他開始說：“我現在回過頭來，我要攻擊18家美國企業。”我覺得你要仔細聽好，這就是中情局最需要注意的地方。我可以打到這些原來我打不到的地方，然後現在回頭我要打你的蘋果啊，然後摩根大通啊，
特斯拉、奇異這些大公司、大企業，而選擇重點來打，意思是什麼？意思是我知道它在哪裡。我知道它在哪裡。當然不是攻擊美國本土的總部，可是我可以攻擊哪裡？我可以攻擊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國或是卡達啊，還有科威特的这些大公司的據點。要知道，這些大型的美國托拉斯企業在這幾個國家通通有據點。為什麼？因為在中東是最重要的金融中心聚集地。所以他如果真的打到這個地方的話，特斯拉被打一次，你看看 Google 或蘋果要是被命中的話，會有什麼下場？所以我覺得以色列他現在是在想一個什麼問題？美國要是拍拍屁股走，你要怎麼辦？我先告訴各位，尼坦雅胡不可能收手的。如果今天要他自己面對伊朗的話，他也要去面對，所以他必須要拖着川普，你繼續打，不要走，你要跟我一起打。可是老實講一句，我覺得川普的耐心只剩下2周，2周之內這一件事情要解決，說不定1個禮拜之內，4月6號之後就解決了，也不一定。可是以色列還是不會收手，他不會罷手。那到時候以色列就要自己面對伊朗的無人機跟伊朗正規的那個彈道飛彈的攻擊。我覺得這對伊朗絕對不是聰明的選擇，也不划算。對於以色列是不划算的事情。所以尼坦雅胡現在他的問題，他要跟他的國會怎麼交代，這才是他現在面臨最大的難題。好，謝謝幹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来。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川普說仗打完了，現在要拍拍屁股走人哦，但是留下的是什麼呢？錯愕的中東哦，現在呢大失火，還有這個油價狂飆，航道被鎖，這一場仗接下來誰來收爛攤子呢？留下的包括了錯愕的以色列和中東海灣國家嗎？今天一起來做解讀。我們要趕快來看到的美國總統川普最新的發言，他說美軍已經徹底的摧毀了伊朗的軍事能力，而且他還說呢，德黑蘭正在輸掉戰爭，已經開始向我们美國祈求要做一個協議了。話才沒說完，31號他又改口，他說伊朗其實你也不用跟我們談什麼，不必達成任何的協議，我們美國就能夠結束戰爭。好，看起來都是川普一個人在說話，伊朗方面其實沒有做太多的話。那麼川普專家就諷刺說，你川普說了一大堆，就是因為你輸慘了嘛，在現在呢這個時刻開始為自己找一個台階下，所以才會決定要撤退。我們也來回頭看，大家還記得嗎？3月初，川普說要打的這一場史詩級怒火行動，他的軍事目標一共當時列出了4個。那我們今天特別整理出了4大點，他當時喊出的目標到底有沒有達成呢？結果答案竟然是全部叉都被打臉。好，首先來看到第一點，他說要摧毀伊朗的飛彈能力，結果到現在我們看到的是伊朗的飛彈、無人機照樣狂轟猛炸。再來，他說要殲滅伊朗的海軍，但是我們看到荷姆茲海峽反而持續的被伊朗給封鎖住了。他說要阻止伊朗擁核，但現在我們看到有關於核彈的部分、核能的部分根本沒有任何實質的進展。川普還說了要切斷恐怖組織的這一些資金，但是我們看到了更多的區域衝突，現在正在海灣國家不斷的擴散當中。來看到伊朗總統他有最新的一個說話了，他說確實有收到來自於美方的訊息，但是呢，針對川普說他們有在談判這件事情，他說根本就沒有，美伊雙方到現在都沒有任何一場正式的談判。他說了，現在伊朗他也稍微釋出善意，只要能夠確保不會再次的遭到攻擊，伊朗是準備好可以來停止戰爭的。節目一開始，我們也邀請委員特別幫我們看，伊朗一邊說川普一邊說他要把伊朗打回石器時代，一邊又說不管談不談，我們這一次美軍都會自己撤軍。為什麼這樣子來回不斷的改口啊？再來就是川普原本設定要摧毀伊朗的4大軍事目標，剛剛看了嘛，全部都沒有達成，這是代表川普輸慘了，所以決定要撤退嗎？委員怎麼解讀？川普每天真的可以給我們帶來很多生活的樂趣哦，就是在過去大概這10天，我們只要對比一下川普的談話，
我還是要強調一下哦，你真的會強烈的懷疑他活在另外一個宇宙裡頭，跟我們不是同一個宇宙哦。大家還記得川普那個時候說了什麼嗎？川普最早說，兩邊已經談了，談得還不錯，所以原本從48小時要延後到5天。然後呢，伊朗的這個方面就立刻跳出來說，恐怕你是自己在跟自己談吧，因為根本沒有人沒人在跟你談。然後接着川普就釋放出來了，說呢，真的在談，而且呢，伊朗馬上就會送我們一個大禮。就過了一天，他就說這個大禮呢，就是伊朗讓10艘油輪通過了荷姆茲海峽。可是問題是，那10艘油輪都是伊朗的友善國家，跟美國一點關係也沒有。那10艘油輪都是什麼中國的啦、俄羅斯的啦、印度的，那是他們跟伊朗喬好了，他們才能夠通過。幹什麼送美國什麼大禮啊？然後接着他就跟你說，川普又來說了，要答應15點條件哦，要答應了之後再來談。結果呢，眼看着也沒有人理他這個條件，他今天說了什麼？他說達不達成協議都不要緊了，我們已經打贏了，我們就要走了。所以剛才這個思敏已經幫大家檢視過了嘛，就在這場戰爭，當時川普給大家訴求的要達到的目的是一項都沒有達到的。我剛才說過了。原本哈米尼沒有攻擊任何國家，也沒有摧毀什麼美國的軍事設施，什麼都沒有。然後你川普說他是狂人，現在說換上來了一個更溫和的領袖，就是那個領袖他兒子現在還在打你哦。然後呢，荷姆茲海峽原本好好的，什麼問題也沒有，大家就開開心心的通過就好了，就是你幹的好事，結果現在被關閉掉了。然後更妙的是，原本說他們馬上就要有核彈了。那個時候哈米尼可能還沒有想做核彈，我跟你打賭，現在如果我是伊朗的領導人，我立馬做核彈了，我還不做核彈嗎？笑死了！你現在就在暫時喘口氣，是因為你打不下去了，誰知道你明天後天会不會來啊？我為了要避免你捲土重來，我一定做核彈。所以你看，川普這場戰爭完全沒有達到任何他的當時所提到的目的，原因很簡單啊，因為他錯估情勢了。川普太自大了，他對美軍的實力太有信心了，有信心過頭了。他一直以為說只靠轟炸就可以解決，因為去年的12日戰爭就是轟炸哦，美國最喜歡幹的就是這件事。這樣呢，他有什麼 B2 隱形轟炸機去炸一炸，丟幾個炸彈，人跑了，你要打他也打不到哦。反正呢，他的大兵也沒到你的國家來。美國最喜歡幹這件事，可是問題是打伊朗這種滅國之戰哦，靠轟炸是沒有用的，你必須要打地面部队的這個正規的來作戰，才能夠有可能達到目的。川普賭不起啊，他沒辦法的。他如果地面部隊派上來，那就只有死傷更慘了哦。然後第二，川普就很洋洋得意說：“你看，我已經拿到了制空權了，制海權我也拿了，他的海軍跟空軍都沒了。”可是殊不知，現代的戰爭誰在乎你海軍跟空軍啊？對伊朗來講，你要想想看，他是被打的國家，他不是去打人的，打人的需要海軍跟空軍，被打的國家，我把我國土守好就好了，我就算沒有海軍跟空軍又怎麼樣呢？然後第三，他低估了伊朗的不對稱作戰的能力啊。伊朗早就準備好了，伊朗準備了飛彈，準備了導彈，準備了無人機，甚至我剛才講過了，它還是有節奏的推出來，把比較便宜的、比較容易被打下來的，通通都送出來，耗盡了你所有的武器。接下來我的好戲才要上場呢。所以川普完全的錯估情勢哦，在這種情況之下，他當然只能夠選擇倉皇的夾着尾巴逃出去了。但是還是要回去先前我講的，我是最支持川普的人了。我覺得川普繼續在位置上繼續掌權，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大業才能夠真正的成功。所以我希望川普，你就算夾着尾巴逃回去，也要逃着有尊嚴、優雅跟漂亮，來一個華麗的轉身吧。好，川普這一次打這一場仗哦，可以說現在突然間撤退走人，那留下的爛攤子，接下來包括了石油的問題怎麼解決，我們等一下來討論。另外就是盟友的問題怎麼解決，現在盟友很多都對他非常非常的不滿，這個問題又怎麼解決？我們等一下也一起來看。我們先來看到川普呢，針對於盟友，他有最新的喊話。這一次喊話的對象是英國跟法國，他跟英國和法國喊話說：你們拒絕加入美國打伊朗，所以呢，美國接下來不會再對你們提供任何的幫助。所以他就跟英國說了：好，你要石油是不是？那接下來你就自己去挖油吧。那對法國則是說呢，你真的是一個非常沒有用的國家。那白宮還說呢，川普現在還要
要求這些海灣國家說呢，我有幫你們打這場仗，那接下來你們必須要一起來分擔伊朗的戰爭費用，這是川普現在擬定可能會來徵收的費用。好，再來荷姆茲海峽的部分，現在看起來真的是被伊朗給掌握住了。伊朗現在開始在這邊，他說了他要做本幣的交易付費之外，還喊到說每一艘船通行過去的價格喊到200萬美元，等於一天伊朗可以賺進2.8億美元的一個這麼高的金額。全球則是油價一直在陪川普陪葬哦，油價最多專家喊了可能上看到每桶200美元。那目前美國的汽油價格高漲哦，這個每加侖4美元創2022年以來的新高，48%民眾都說是川普搞的才會變成這樣。今天有石油的問題，會不會引爆第4次石油危機？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問題是盟友的問題，現在很多人都對川普感到不滿，因為老師怎麼看？這一次石油危機是一定發生的，但是呢，它发生的過程非常戲劇化。因為第一個，它原來根本不必發生的，原來根本就沒有的事情。這47年來的伊朗被制裁的話呢，這個哈梅內伊現在發覺他是個溫和派，你把他殺掉以後，現在他兒子上來以後，國仇家恨啊，這個穆杰塔拉的話呢，基本上為了要報仇，所以這個事情打成這個樣子啊。那我覺得我分3個部分來講了。首先，第一個，大家都是受害人了。因為美國這個4美元的這個加侖的話呢，大家要知道，美國這個國家長期來講汽油很便宜啊。但我剛剛算了一下的話呢，就是它1公升等於38塊台幣了啊。那這個價格的話，對美國人來講，因為大家知道美國的基礎建設是完全用開車為主的，一家裡有一個家4口之家有個7、8輛車是很簡單的啊。所以說都是因為油便宜嘛。那現在的話呢，油不便宜了，那所有人都是情況下，美國是最大的原油輸出國，但是美國的頁岩油在提煉的過程當中，它還是依靠中東進口的石油，這個大家一定要搞清楚。所以川普自己都沒搞清楚，這個中東的荷姆茲海峽的油過不來的話呢，會使得油價上漲，包含了美國的油價。美國的油價上漲會使得通貨膨脹，美國通貨膨脹增加的話呢，所有的老百姓都受苦啊。這種情況下來講，這是第一個。第二個的話呢，這個美國的這個盟邦啊，就尤其是當然主要講的是英國跟法國啊，那直接講法國沒用，英國就要自己去挖油，然後呢，這個美國好像一直認為北約啊什麼就不要了。但是我們必須要認清楚這件事情。歐洲盟邦的話呢，沒有幫助川普來打伊朗的話呢，第一個就是莫名其妙的戰爭是沒有人願意捲進去的，沒有人不知道說戰爭是不能夠輕啟戰端的啊。只有川普這個傻瓜，他被以色列一忽悠，然後就過來了。然後第二件事情的話呢，就是說是現在整個所有的這個歐洲的國家當中的話呢，尤其西班牙最強的，他們就覺得這根本是一場不正義的事情嘛，你根本就沒有本來我們現在講的這個世界本來好端端的，你現在一下把整個世界都扯破。現在的話呢，大家會發覺，等到以色列真的被攻擊的話，萬一以色列拿出核子彈來一攻擊的話呢，那麼第3次世界大戰就眼看着就要爆發了，那這個還得了，對不對？然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說是歐洲盟邦沒有來幫忙的原因，是因為伊朗的導彈啊已經這個就是這個底格加西亞那邊的話呢，4200公里，我算了一下啊，看了一下，就是剛好從德黑蘭到巴黎去啊，也就4200公里。所以說基本上都已經夠到你了嘛，他們怎麼敢動呢？对不對？那現在川普講這種話的話呢，就是只是說那個欺負自己的弱小，但是英國跟法國並不是弱小。那尤其是川普這次借這個機會的話呢，把英國跟法國得罪得非常深。那麼這個最重要的話，那我們現在來講說，川普會不會就是說輕易的說我不幹了，沒協議我要走啊？他走不成的啦。以色列不會讓他走的啦。開玩笑，我們心裡難道不明白嗎？從一開始被騙，對不對？以色列只要講說你這樣的話，對吧？你所有的你還要選舉啊？你行動選舉啊？那以色列在美國最大的遊說團體啊，我跟你講啊，美國現在最害怕的什麼？就會打成越戰了。越戰的時候，我跟大家回憶一件事情啊，越戰的每個禮拜天晚上啊，有一個大籮筐啊，電視上轉播366顆球啊，加上2月29號一直轉，然後抽出來啊，10個，每一次啊。就是這個抽這個10幾個球啊，就在這天出生人就準備徵兵啊，55萬人到越南去啊。那個時候沒有人敢移民越南的了，那大家是嚇得要死。後來發覺沒事了，都想辦法到美國去生孩子了。現在的話，如果真的到伊朗去打這個戰的話呢，你知道川普會面對的壓力有多大？萬一抽到他自己的Barron Trump的時候，那是不是也要走啊？對不對？所以你在這種情況下的話呢，美國本身就是很明顯的感覺到，川普這個又笨又壞的人，真的把美國情況搞壞透。當然，我同意你，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沒有川普是不行的。對，他要好好演下去才行。對。好，一方面是美國想要脫身，現在恐怕脫不了身，恐怕還是會被以色列繼續給拖着。那另外一方面，有關於荷姆茲海峽目前的問題，就是說，現在是不是未來就是由伊朗來掌控？那通行的這個船費是每一艘
200萬美元，還要付這個伊朗幣，幹哥又怎麼看？我們現在要搞清楚一點啊，這件事情啊，就是說你要通過我们這海峽，是不是要付200萬美金？如果你只是嘴巴講講而已啊，穆吉塔巴也沒有跑出來講啊，領導人不是他自己親口講啊，可能是革命衛隊講的啊，我們就當作可能有這個風聲。現在不是，伊朗的國安委員會已經通過要真的徵收荷姆茲海峽的通行費，而且以超級郵輪而言，一艘我收你200萬美金。毫不為過，而且真的有人付了，他追他跑了，然後沒有跑不成，你知道為什麼他跑了？因為後面現在有2000艘船擠在裡面，2000艘，聽清楚。大家可能會覺得說，我們現在每天還是馬照跑，舞照跳，你不知道荷姆茲海峽跟波斯灣的情況的險峻，沒人敢衝啊。大千剛才說已經有10艘過去，對不對？那講好了，不然你衝衝看。革命衛隊一定會 IRGC 絕對不會放過你，所以沒人敢衝。2000艘船裡面包括超過20萬噸的那種超級郵輪，至少有15艘。那超過10萬噸的大概有60多艘，其他就是中型的貨輪，隨便一艘貨輪也幾萬噸的。你就想說2000艘船在裡面，然後多少人在上面？我們以最低的人數來算，一艘船10個人來算呢，有2萬個海員在上面。在上面要自己洗衣服、吃飯，在海峽裡面擠在那邊，所以我跟你講，這個就是一個什麼？大家現在眼睛還看不到問題，可是它馬上一爆發的話，你就會覺得非常嚴重。所以為什麼伊朗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他通過這個法案，後來他們自己有修正，現在還沒有公布。他們說現在可能的話說，這樣算一算，我們一天賺2.8億美金，可能會被我們自己的盟邦給數落，比如你盟邦誰？中國、俄羅斯啊，像這種國家就數落你了，賺太多了。好，那我们現在改用一個什麼方式？我們改用蘇伊士運河的方法。蘇伊士運河是怎麼樣？不是算燒的，算重量。你這個貨輪比較小嘛，對不對？那我們就少收一點。但是你這個超級郵輪比較大，那我們就按照那個重量來說，這樣聽起來比較合理，對不對？他說這個每天我們這個伊朗革命委員會算過，可以大概收5600萬美元，比每天收2.8億美元要對你們來講經濟實惠多了，這樣可能可以接受。所以如果這樣的話，到底會接下來伊朗真的是要這樣子收費的話，可不可以放這些船出去？那這樣世界經濟才有救嘛？不然的話，我跟你講，下個禮拜連塑膠袋都開始要漲價。我跟你講，我們現在外面謠傳。台灣連塑膠袋可能都買不到了，不是說漲價讓你去買，是連漲價你都買不到。那一天會不會真的到來？你戰爭再打10天，保證那種經濟的窘況就會發生，而且不僅僅是油價跟民生物資的價錢會上漲而已。那2000艘船，看它什麼時候要出來。對，好，謝謝幹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川普這一回認輸止損，要撤離中東，大家在看這背後的原因是什麼？其實我們都沒有討論到的重要原因，也是原本美國沒有料到的重要原因。伊朗它擁有這個軍事宗教的一個複合體，這樣子的一個體系，其實牢牢的掌控了整個國家的經濟跟政治。這怎麼一回事？等一下我們做一個比較深入的解讀。也就是因此呢，革命衛隊他不捨得背叛自己的神權哦。那麼另外，如果美軍真的要去拿下伊朗的話，現在來自專家的預估要160萬美軍才有勝算。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討論。好，川普以為呢這場戰爭它可以4天之內結束，結果打到現在，我們看到呢伊朗的政權至今屹立不搖，而且現在看起來民族的團結心是比過去還要更強了。美國來自於《華爾街日報》最新的分析，他說伊朗今天之所以打不倒，就是因為它有一個特殊的軍事宗教複合體。什麼意思呢？也就是說，他將他的軍隊，還有將他的經濟跟他的政權是牢牢的全部綁在一起的，
變成牢不可破。首先我们先来看到伊朗它的这个政權的一個主要的結構，它在最上層呢是最高領袖一手掌握的。那最高領袖現在就是穆吉塔巴，穆吉塔巴他牢牢的掌握了伊朗的軍隊、伊朗的司法系統，還有國家的媒體、國家的安全委員會跟確定國家的利益委員會等等，掌握了這麼多的這個事項。但是它下面其實主要分成它的軍隊，總共是2支，一個就是所謂的正規軍，是伊斯蘭共和國軍隊，負責就是保衛國土。那另外一支呢，就是我們談的非常多的最強硬的伊斯蘭革命衛隊了，它就是直屬在最高領袖的，負責保護最高領袖，也維護整個國家在國內上面政治的穩定性。伊斯蘭革命衛隊目前根據統計，大約是成員是12.5萬名人員，在經濟中扮演主要的一個角色，就是因為他們掌握了國家很重要的各種的經濟命脈，當然包括了石油、天然氣到建築、電信等等主要基礎設施都是由他們所掌握的。那另外一方面，他們還享有各種的福利，這當中包括他們的薪水是非常非常優渥的，他們還享有大學優先跟低利貸款等等。因此現在被解讀，也就是為什麼他們不捨得背叛主要的神權。那會不會美國完全一開始都沒有料到有這樣子的一個事情，是川普今天認輸的原因嗎？什麼原因讓革命衛隊捨不得背叛政權？那岳老師又怎麼看？我這個題目跟我的專業哲學是息息相關的啊，因為美國本身長期來講相信美式民主的力量。對於這種革命衛隊所引導下的神權組織，這個哈梅尼耶啊，用是這種宗教的理由啊，女人的話就是蒙面啊什麼的吧，就覺得完全違背了民主的價值。但是他們忽略一個宗教對於一個國家中的人民的影響力之大。我記得1979年的時候，那個科梅尼從巴黎回來的時候，伊朗要求這一場宗教革命所發生的現象投票的時候，科梅尼是以98%選上的，把這個巴勒維國王趕走。那現在川普根本沒搞清楚這個裡面的細節，這98%的人，這當中的話呢，就是他會認為說巴勒維的兒子在美國已經是摩拳擦掌，準備回來當國王，你真的是做夢。政權更迭根本都沒有用。這裡面最重要的原因的話呢，就是首先第一個哈，請大家要了解。從某種角度來講哈，一下把哈梅內伊幹掉以後，穆杰塔巴上來以後啊，這個哈梅內伊很多人是不能接受，但我相信他是一種以殉道者的身份，就是在面對自己要面對的死亡。你把他幹掉以後呢，他已經交代下去，就是什麼呢？就是在整個作戰的策略叫去中心化。所以大家看得出來真實承諾，從這個打到現在88的時候，每一個各地出來，美國炸都不知道炸哪裡，就到底誰是指揮中樞，要殺也不要殺誰。所以川普有時候講說，就已經沒有人可以殺了，基本上沒有人可以殺，幾乎人人都是啊。這個是革命衛隊裡面的去中心化。然後第二點的話呢，就是說整個伊朗人當中的話呢，原來我不能夠排除，因為伊朗人原來是民間是非常非常支持美國的，有非常多的人。但是呢，他們一開始覺得說，當這個川普攻打伊朗之後，他們本來高興到一半的時候，突然在外面慶祝的時候，哇，不曉得怎麼樣，炸彈都來了，而且以色列的攻擊他們的石油設施。我不知道你記不記得有一天就是下的黑雨啊。這個下黑雨，你知道伊朗到目前為止，從2月28號到現在死3000多人，400多萬人流離失所，那這個不得了啊！這個所有人，就伊朗現在已經找不到溫和派了。然後另外最重要的話呢，就是名氣可用啊，就是伊朗現在只有一個立場，你這個美國這個做法，逼着伊朗現在只有做這樣的拼到底，否則就是亡國，什麼政權更迭。啊，美國，然後呢，這個原來我在這邊跟大家強調一下，原來川普腦袋很簡單，就是說已經搞了委內瑞拉的石油了，那現在再把伊朗石油搞到手裡的話，那這樣的中國就沒油了。他的想法就是這麼簡單。當然，你現在聽起來哦，今天講話可以比較不用負責任的，但是川普就這麼笨啊！我在愚人節說他真的就這麼笨，他本來就是講，因為他到了3天前還在講說，我其實真的要打伊朗是為了他的油，他自己說的，不是我說的。但是怎麼可能呢？伊朗現在整個都跟你拼了，老子都不活了，跟你拼到底了。所以現在出現這種情況下，美國發覺哇不得了。那這個，因為我剛剛前面講過，美國也走不開啊，以色列不會讓他走開啊。那所以你在這種情況下的話呢，美國真的是要，我相信這場戰爭是妥。剛剛講到油價的話呢，是一定會破200，是一定破200。好，那同樣的問題，破200就完了，我們就還得了這個民生物價、通膨等等，同樣的問題也請教幹哥。好，
那個其實老實講一句，我說那伊朗為什麼它是一個，也就是說可能這美國自己他們做調查說他們人民只有20%支持他，但問題是不是這樣子啊？為什麼？因為伊朗它絕對不是說你所看到用宗教在掌控這麼簡單而已，它其實是一個複合體啊，而且大家要就是注意到，就是說伊朗其實你就算是你今天他的領導人被狙殺了，可是他並沒有發生革命，為什麼？因為其實老實講一句，40多年來，他們的精英大部分能夠念大學的這些精英，老實講一句，他們都可能會屬於什麼？屬於巴斯捷的民兵集團，也就是說，他是有經濟誘因拉住他們的，並不是說我們是為了偉大的這個什葉派的理想，它其實跟每一個人的生活息息相關的。所以，如果說你今天加入了他們的巴斯捷民兵，這個民兵組織有多達70萬人，那我們所知道的革命衛隊只有12萬5千人。不管革命衛隊或者是巴斯捷民兵，你如果人在裡面成為正式成員的話，你可以得到什麼？你可以得到固定的職位，跟比一般企業高2倍的薪水。那我想請問一下，如果你是精英的話，你為什麼不選擇待在裡面？所以你根本捨不得，你也不能讓這個政權倒，因為倒的不是只有你一個人，還有你的家人，這就是最重要的。他們講一個小故事就是美國的研究員智庫，他們說，然後他認識一個伊朗青年年紀不大，你知道嗎？他是巴斯捷民兵中的一員，但是他不曉得，等到他從敘利亞回來，他才知道他是巴斯捷民兵。為什麼？因為他在這個加入民兵組織之後，他可以貸款，他一貸款他就買了2棟房子在德黑蘭北部，然後呢他就突然人不見了，後來回來才知道說，我跑去敘利亞了，幹嘛？幫敘利亞組裝飛彈，幫也門組裝飛彈，現在是戰事結束，我回來了，然後我就回來開始收租，你知道就開始收他那買了2棟房子的租，然後收租去還貸款這樣子，然後呢，然後過了幾天，抗議示威遊行分子不是上街嗎？对，那個头巾革命上來抗議嗎？結果他的這個鄰居朋友就拿一根棍子上街去揍那些反政府的人。他說：“我真的看到一個真正的，就是一個，你也可以說他是一個精英，但是他完全是什麼？他的生活、他的未來以及他的經濟，他完全都跟這個國家、這個組織綁在一起。所以說，他不可能會去推翻自己的政府。也就是說，他的生活、他的這些經濟來源都是靠着政府。那所以說，加入巴斯捷民兵之後，他可以選擇他的小孩。”可以優先上大學，他也可以得到貸款，一般人民是得不到的。所以你就曉得，從這樣的這個他的敘述看下去的話，伊朗怎麼會那麼容易的這個政權會被你推翻呢？所以，然後最近他們還得到那個什麼油氣田的合約，$500億油氣田的合約，這個500億這個油田的工作合約是由革命衛隊來指派的。那我今天就很簡單了，因為這個油氣田的工作的話，是人人想要去的，就是說只要你上過大學，你都想要去。所以像這樣子的知識分子，他們都想要去的話，那你必須就要加入這個組織。這個就是為什麼伊朗它能夠長期存在它的政權，而不容易被輕易推翻的原因。好，所以川普恐怕在一開始進攻之前，難道是沒有做好評估嗎？沒有料到現在神權其實是跟一個國家，包括個人的利益跟自己的經濟是有非常高度相關的。這也是為什麼他們的人民不容易倒戈的重要原因。那另外一個川普還沒有料到的另外一個原因，還是不是跟伊朗他打不倒，是不是跟他的土地跟他的非常多的人口數有關係呢？現在專家也做了另外一個解讀。我們先來看到剛剛提到的人口，伊朗的人口9000萬人，那是中東第2，全球第17，所以它有非常多的可以有非常
多的一個軍隊跟生產力，土地面積是164萬平方公里，我們就拿現在同樣在打仗的烏克蘭做相比，那伊朗是它的將近3倍。再來，伊朗它的地形非常的複雜，有高山，有沙漠，可以說是易守難攻。所以美國，如果你真的今天專家的說法想要進攻打進去伊朗的話，你得派出160萬大軍上陣，這恐怕會付出美國史上最大的代價。那川普有可能真的，如果他要做的話，打敗伊朗嗎？那委員又怎麼看？川普不可能打敗伊朗的。他如果可以，或者是有這麼一點點的希望打敗伊朗，他現在就不用演這出戲，這個夾着尾巴落跑的戲碼了哦。那麼川普，我覺得他最大的問題就是因為他自大過頭了。我觉得他一個人活在他的宇宙裡頭啊，他覺得他是天下無敵的，所以呢，他覺得他要貫徹他的任何的目標都可以輕易做到。那最後沒有想到，在伊朗的這個地方，他真的貼到鐵板哦。就像剛才這個苑老師提到的嘛，我覺得美國最大的一個錯誤哦，他犯了一個最大的錯誤，就是當時去配合以色列斬首。就是各位看仔細想一下，就在以色列跟美國斬首哈米尼之前，伊朗內部有沒有反政府的力量？有，所以才會有這些相關的抗議、遊行、暴動。那些也許是這個 CIA 或者是摩薩德長期的線民或者是細胞策動的，但是不可否認，一定有不滿這個當今政府的一些這個年輕的勢力哦、年輕人哦，或者是其他的力量存在。但是問題是，當你把它斬首完之後，那不一樣了哦。剛才老師講的沒有錯，他就是個殉道者啊，他是烈士哎，而且你不是斬一個人的，你一口氣斬了40幾個人，所以斬到最後，好奇的問題就來了。你斬完他之後呢，川普跟以色列就呼籲說，大家起來反政府吧。那問題是他們要抗議誰嘞？就他們原本可能要抗議的人都死了，都因為伊朗所以被以色列跟美國獵殺了耶。所以原本討厭可能對哈米尼有不滿的人，現在恐怕都反過來了，因為把他視為烈士了嘛。所以我覺得美国跟以色列最蠢的一件事情，就是當時去搞了個什麼斬首。所以斬首斬完之後，川普自己不是說嗎？斬完之後他都找不到誰來談判了，因為你一口氣斬了40幾個，沒什麼人可以談判了。唯一想要談判的另外一個人又被斬了哦。所以其實我覺得當時川普從頭到尾就是一招錯，這個步步錯了。然後呢，你又沒有評估到說伊朗他自己的這個土地的面積哦，土地面積這麼大，土地地形這麼複雜，你以為它是伊拉克嗎？一馬平川，10天就讓你掃平了？沒有啊，它的地形實在太複雜了。美國的部隊要進去，絕對不是像打伊拉克這麼簡單的事情。然後你再來，他有沒有想到說伊朗的地下飛彈城這麼厲害？其實地下飛彈城，我想全球現在最有名的是中國大陸，他們叫做地底長城啊。當時美國國務院曾經出了一個這個中國大陸的國力分析報告的時候，那個裡頭就提到說，中國大陸最具有威脅力的就是地下長城了。它的飛彈可以從這個城市透過地下的火車快速的運到另外一邊去，可以從東部到西部哦，通通不用上到地面上，完全在地下行動的。所以我看，顯然伊朗大概也是有樣學樣，伊朗的地下城蓋的也相當堅固啊。你說美國去年如果沒打那個12日戰爭，也許它的地下城還沒這麼堅固。打過了12日戰爭，你只要是伊朗的指揮官，你難道不會挖深一點嗎？你一定挖深一點的啊。所以這都要拜美國之賜啊！你打了他一次，他第二次他就知道了，說：“哎呦，我要挖深一點，要更堅固一點。”然後更重要一點來了，伊朗現在呢，他自己的那個人民的，我們叫做 resilience 啊，就是翻成中文應該叫做韧性啊，就是打仗比的是什麼？比的是決心，比的是韌性啊。伊朗的人民現在就是要拼個你死我活，美國人民拼得起嗎？所以在這個三方戰爭裡頭，現在是伊朗跟以色列要拼你死我活，他的民眾的那種戰鬥意志很高昂，可是川普沒有啊。你們的美國大兵消耗不起幾個啊，犧牲不了幾個的，所以在比韌性你也比不過。然後最後我們今天節目講的哦，剛剛開始思明給大家看到說伊朗準備要攻擊美國的企業，大家去看看那些企業，那些企業只要被攻擊，美國股市就大跌了。因為那些企業都是 AI 企業，都是重要的軍工企業，都是重要的金融的企業啊，它只要攻擊下去，那麼美國現在的股市榮景都是靠 AI 產業帶動的，你就等着美國的這個納斯達克和這個道瓊的指數下跌了，這些都是川普經不起的。所以我相信川普自己大概現在也認知到他現在所陷入的困境了，唯一的辦法真的就是玩國王新衣的遊戲啊，就是自己宣告自己打贏了，然後凱旋班師回朝，然後最好再舉辦一場盛大的白宮慶祝大會，放假10天。對，謝謝委員。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
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這場戰爭我們特別回顧，其實從年初，不管是委內瑞拉一直打到伊朗，美國川普他的目標其實就是要瓦解中國大陸的相關的盟友。那也要這個瓦解中國大陸的勢力。那另外一方面，他也希望靠着石油來制裁俄羅斯。但是在這一場中東戰事，很奇怪的事情是，現在來自專家做了一個回顧，他們認為這一場戰爭中，反而是川普徹底輸光，而當中受惠的竟然是俄羅斯跟中國大陸。為什麼這麼說？我們來看一下細節。好，首先呢，俄羅斯它的石油現在是全球最搶手的戰略資源，因為中東缺石油嘛。那美國其實它現在也有放行說大家可以去買俄油，結果反而讓俄油現在變得是最搶手的戰略資源。再來，中國呢，成為全球最大的一個穩定器跟利益的收割者。剛剛說俄羅斯的石油，很多人去買，有哪一些呢？4個国家，4個大重要的國家。我們先來看第一個，德國了，立刻恢復從俄羅斯進口它的廉價的能源。韓國呢，緊急擴大採購2.7萬的俄羅斯的輕油。再來，特別看到菲律賓了，已經隔了5年，終於他又決定要重啟進口來自於俄羅斯的原油，首批達到了70萬桶。最後是斯里蘭卡轉向俄羅斯尋求它的燃油，連澤倫斯基都這樣說了。現在呢，很多的盟友警告澤倫斯基說要求減少攻擊俄羅斯的石油設施，因為他們太需要來自於俄羅斯的石油了。中國呢，他在這個時候也出面了，他說願意跟着東南亞國家一起來協調配合處理能源的問題。專家說了，中國大陸現在在國家在這個世界的形象反而變得更好了，變成是一個負責任、可以穩定國際的一個大國。那麼另外一位是香港大學的教授，他也這樣說，美國對於伊朗的軍事干預讓許多東南亞國家非常的不滿，因此在東南亞國家來說，美國越來越不受到歡迎。再來就是鋁的生產了，本來在這場戰爭當中，這些鋁廠在中東的鋁廠大受打擊。那中國剛好又是全球最大的鋁生產國，去年生產量佔全球總額大約是60%，也就是因此讓中國大陸的鋁跟中國大陸的鎵的供應鏈變成了如今的重要主導者。那所以，川普本來想孤立中國，想要掐死俄羅斯石油，如今看起來，這個目前他希望達到的目標是完全被反轉了。真正的戰爭贏家是不是已經很清楚了？委員怎麼看？是啊，其實中美俄這3個國家都在用全球當作棋盤，在下一盤大棋哦。所以他們所做的部署，絕對不僅僅是在於什麼中東的一個角落。那麼當時我就曾經講過好多次，川普在玩的就是遠交近攻嘛，就是你這個敵人，我短時間之內沒有辦法消滅你，我就想辦法把你的盟邦一個一個剪除掉，然後等到時機成熟的時候，我就把它一鍋就把你端了哦。所以他對中國就是採取這個態度啊，因為遠交近攻啊，所以現在每天都在講習近平是他的好朋友，等到有一天他準備好了，習近平就不會是他的好朋友了哦。但是問題是，川普玩的這個把戲不太有效的原因是在於說，川普這個人過度的自大狂妄哦。我一直強調說，這就像是王道跟霸道的差別啊。你要在國際社會上去孤立任何一個勢力，孤立任何一個國家的前提是你自己要有足夠的夥伴跟盟邦。可是你回過頭來看看，川普是怎麼對自己的夥伴跟盟邦的？他現在去罵英國，他就去罵德國，他就罵法國，說這些人都不好好的來幫他的忙。我請大家回想一下，在這場戰爭還沒開始之前，他不是照樣罵他們嗎？就是他從頭到尾就是輕視他們、羞辱他們、踐踏他們。所以你對這些國家來說，講難聽一點，你又輕忽我，你又踐踏我，你又羞辱我，你還剝我好幾層皮，磕了我這麼多關稅，然後你現在出了事，你叫我去救你，我為什麼要來救你呢？所以美國在這場戰爭過程當中，大家就已經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到，他原本的那個西方世界的盟邦已經分崩離析到众叛親離了。以前西班牙敢這樣子這個跳出來講這種話嗎？現在不要說西班牙了，意大利一個一個國家都表達了他們的立場了哦。所以對這場戰爭一開打到現在，美國最嚴重的，除了在這場戰爭當中一敗塗地之外，更重要的是，它就徹底反映出來，美國所建立起來的這個西方的聯盟已經在瓦解當中了。那你更不要講中東嘍。中東的國家原本以為這是安全保證的，所以呢，我讓你用油源，所以我讓美國的軍事基地在我這裡，在我國家設立。結果呢，就發生到今天，
美國的安全保證變成飛彈的靶子了。就原本是要來保護我的，就现在没有想到，我與其你來保護我，還不如不要有這個基地啊！就是因為有你這個基地，我才會被打呀。所以接下來，如果今天川普再這樣灰溜溜的，就真的這個夾着尾巴就退回去了。我認為馬上所要面臨到的問題是什麼？中東國家就要認真思考咯。就顯然你川普美國是保護不了我的，所以我要認真想清楚，我究竟要把你這個安全保證當作飛彈靶子擺在我的國內，我還是乾脆請你先暫時離開吧，我就變成一個中立國，我不要介入這種紛爭，這樣總可以吧？所以事實上，在這場戰爭的過程當中，原本川普希望收割到的一點都沒有達到，結果反而造成了他西方盟邦的這個勢力的瓦解，造成了他中東勢力強烈的這個可能會被這個衰退哦。那麼他要掌握中東的可能性更低。更重要的一點是，剛才韻老師提到的，他把荷姆茲海峽送給了伊朗啊。就原本美國要強烈的掌握幾個重要的水道嘛，蘇伊士運河、荷姆茲海峽、馬六甲海峽、巴拿馬運河，結果莫名其妙的他就把這場戰爭打完了之後，他就把這個荷姆茲海峽送給了伊朗。如果情勢再糟一點，可能紅海的那個曼德海峽就送給了胡塞武裝組織了。一口氣之間，他馬上就失去了這世界上的2個重要的水道了。对，好，所以這場戰爭現在等於是說，川普已經失去了原本西方國家他的盟友或者是這個中東海灣國家對他的信任。那原本他的目的是想要孤立中國的，還有掐住俄羅斯石油。現在看起來，韻老師又怎麼看呢？在這3年4年的時間當中，我自己發展出來一套國際政治哲學。國際政治哲學的話，你國家要強啊，就要實施明成祖朱元璋的想法，就是高築牆、廣積糧啊，然後緩稱王啊。你自己的話呢，要了解你自己在做的事情的話呢，有沒有按照你的正規來行使啊？對不對？那現在川普的話呢，就是完完全全得罪了所有人以後，又莫名其妙的發動這場戰爭。這場戰爭的話，尾大不掉，所以對大家來講的話呢，因為人有一種天性啊，沒有人願意活那種惶惶不可終日的生活，大家都要追求穩定啊。那首先來講的話呢，第一個，俄羅斯的油跟氣本來俄羅斯受到很大的委屈啊，因為俄羅斯賣的油不准超過60塊美金，然後就在海上面幽靈油輪到處亂跑，有誰要買什麼的。那現在不得了了，現在突然解禁了，解禁以後不但解禁了，就發覺說沒有中東的石油，俄羅斯石油變成唯一的選項。這是意想不到。然後第二點的話呢，這個大陸本身的立場從頭到尾就是停戰、停火、協商，然後大家強調自己要什麼不要什麼啊。那麼這個是一種穩定的力量。那麼接下來的話呢，我另外講到說是美國的盟邦當中，除了川普自己亂罵人以外，現在的話呢，西班牙、意大利啊，或者德國什麼的話呢，都會發覺說跟美國搞在一起，問題越來越嚴重。而中東的國家的話呢，就是不是單純這樣，因為中東國家原來長期來講被美國的威脅啊，但是這場戰爭打下來的話呢，我們發覺說，第一個，美國軍力根本不是所向無敵啊。我現在強調哈。以前那個小布希講過一句話，就是我們有任何問題先問我的航母在哪裡。現在那個林肯號、福建號、福特號，現在福特號啊，對不起啊，然後又這個就是喬什麼？這場戰爭到目前為止沒聽過航母發生什麼任何事情，只聽過福特號失火了，馬桶不通了啊，這些情況。然後林肯號挨了好多炸彈啊，這個真的都是美國都非常丟臉。然後另外接下來的話呢，就是自己的話，什麼預警機啦、加油機啦、給加油機加油的機啊，通通都掉下來了。F-15、F-18、F-16通通都掉下來了。那大家發覺这美國這情況有問題。另外再補述一個非常重要的哈。因為大陸本身安安靜靜的生產它的鋁，為什麼剛剛講到鋁礦那麼重要？因為有一個工業的維他命啊，就是說是工業的電子企業的這個脊梁啊，就是你要做這個有關於半導體啊，你要做有關於高科技的這種醫療設備啊，你要做任何有關於重的，就是光伏什麼的，都需要加這種東西的話，它只有在煉鋁的時候才會附帶而產生，這是真正的關鍵。然後那個砷化鎵、氧化鎵，然後所有的氮化鎵這些的話呢，配合起來有一個很複雜的一個過程，才能夠讓這個金屬有用。然後這個現在幾乎我不是開玩笑，90%大概在中國手裡。好，所以這場戰爭打到現在，反而是現在看起來獲利，除了剛剛說的俄羅斯之外，還有中國大陸，那削弱的是美國自己本土的國力。那現在也說呢，如果川普持續要對伊朗鬥武，接下來他的3大國力軍事上面的3個重大的
代價又是什麼？我們來看到第一個，就是它的軍力會透支。850枚的戰斧飛彈狂轟哦，單枚就要360萬美元，年產量真的只有600枚而已，等於是一次打掉全年的總產量了。情報外流的部分，海上的監測艦，它的瞭望1號現在部署在阿曼灣，等於美軍的作戰數據直接被中國大陸給掌控跟監控。再來就是剛剛我們都提到的這個盟友倒戈，西班牙說了我不會又讓我的領空給你使用，那意大利也拒絕提供它的基地。再來，北約32國只有6國支持這個攻打伊朗，沙烏地阿拉伯也不再只依賴美軍了。川普氣到說：“我們美國啊，不必繼續留在北約了。”幹哥怎麼看？好了，先回答一下苑老師剛才說，怎麼沒有聽到美國航空母艦的消息啊？為什麼？很簡單。不要靠太近，靠太近，等一下被他們彈道飛彈給打到。对，就這回事。所以他現在不能靠太近啊，对不对？所以他老實講一句，航空母艦在這次作戰之中的價值是相對變低的。但是美國真的也是面臨3大問題。第一個，彈藥見底，為什麼？因為航空母艦不能開進去啊，那只好用巡弋飛彈。美國最好用巡弋飛彈，從20年前打伊拉克用巡弋飛彈，那時候我跟你講，一枚才150萬美金，現在對不起。已經2倍多了，360萬美金。然後你會想，20年應該補充了嘛，對不對？當時打掉快1000枚，沒有，因為美國的國力從那個時候開始就一直往下掉。這個是最重要的東西。他說沒有，我還有更重要的啊，我還有很多標準3型、標準6型飛彈，所以巡弋飛彈也被當作是一種比較次要的武器。結果現在一打起來，發現，這個東西很好用，很準，而且老實講一句，不用派美國兵去送命。所以沒有了飛彈，所以現在我跟你講很難打。接下來你要幹嘛？要派人命去了。再來，情報收集。我跟你講，中國海軍的瞭望1號真的去那邊，大家可能不太知道這艘船。這艘船等到有一天亮相，你就會被它嚇死。